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本周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啊，原因是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横盘震荡，这个震荡过程要延续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轮行情道指呢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进入到这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那么目前呢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有了第一根阴线之后，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应该在35600点附近做一个区间震荡那这个区间震荡呢会给比特币世界带来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道琼斯工业指数不断上行，但是呢比特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度的调整，证明道指呢是和比特币发生了一定程度背离。那么背离之后，只要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发生震荡，那么资金就有概率重新涌入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周线级别来说，周线级别上比特币走出了6月1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之后，注意看这里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连续6周做围绕悟空阳线的区间震荡。那么这里的震荡呢，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把它叫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对趋势的判断。那么妖怪 K 线走完之后，势必要重新回到原有的行情当中来。什么是既定方向？什么是原有的趋势呢？我认为目前6月19日的这个多头信号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上方呢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在多头信号完成之后，这个妖怪 K 线走出的这轮震荡，在干扰了我们多头的判断之后，行情还会重新启动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首先呢，我们看到4月10日到6月17日这轮行情是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现在走出来的这个结构完全就是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平行结构在这里发生之后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下跌的平行结构，但是上涨方向呢，我们看到6月16到6月23日这轮上涨行情很快也会出现一个平行结构。那么调整完毕之后，我认为这个平行式上涨的结构将会出现。那最多跌到哪里呢？这轮行情最多调整在哪里呢？我认为如果把7月14的这根阴线作为悟空阴线，然后走八戒阴线组，目前已经走了八戒阴线组，那么下方如果出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本轮行情最大的调整目标位是在27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当前行情当中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重叠的一个点位同时呢，本轮的一个反弹和上涨趋势当中，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2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一次呢是在312这个日期附近，然后第二次呢是在6月14日都达到了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重合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所以呢，这种行情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调整的话，那么要注意关键性的点位2750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上将会完成它一整轮的这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游最终呢回踩169日均线、144日均线到达一个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上那么今天晚间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今天周一美股将要开盘之后呢，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会围绕35600点到352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做一个震荡。只要震荡持续下去，那么将带给比特币市场非常多的机会。那么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出现一日游行情，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 OneInch， 包括我们前期抓住的 Action虽然获得了200%的利润，但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一个币种出现一日游的行情，因为这种对称性的涨跌，你看OneInch 这里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首先是日线级别上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构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日线级别涨，日线级别跌，这样呢对多空双向进行了一个收割然后价格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低的位置。这是一个游资发动的一个快速拉起、快速回落的过程将会让很多人做追涨杀跌之后吃亏。所以呢，这种一日游行情，我们在前面Action虽然我们抓住了200%的利润但是它的这个走势
让很多人痛恨啊！我们看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目前正在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收，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收的迹象非常明显啊！爆量之后，我们在当天啊高点当天16点之前通知 VIP 群啊，赶快撤离，在这个高位上撤离，原因就是它涨太快了。涨得快，然后必然会容易走出这种对称性的涨跌，对称性的涨跌会对追涨的人直接扣杀在行情里面，很长时间才能够走出来所以呢，对这种就是游资构成的一个快速拉升的币种，一定要知道在高位不断减仓。那么最近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币种已经提了大概有1个月了，已经有一定的涨幅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多空数据的软件我们自己研发的多空数据软件来看到首先是前排的UNI 和 MKR 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非常优秀。UNI 呢，我们一直说它是 DX 交易所的去中心化的平台币在这个 iQuant 里面，我们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它几乎占比了85%以上。基本面非常好的情况下，它的走势也非常稳健。我们回到 UNI 的行情当中今天又冲出了一个新高证明我们前期的功课做的是到位的这里面的结构呢是收敛三角形结构，跌破收敛三角形的波谷的那个区域，进入到我们行情当中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进入黄金坑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我提前了1个月跟大家伙说，5.5美金下方的 UNI 随便买，基本面和它的一个价格发生了高度的背离。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位非常奇妙的这个位置，焦点位呢代表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是有引力效果的，黑洞把价格吸引上来之后通过了黑洞继续上行，所以呢近一段时间不断冲出新高，并且呢出现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合并 K 线到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目前正在走沙僧阳线，那上方的唐僧阳线很快出来，我认为唐僧阳线会是快速上涨的一根阳线，目标点位是在7.5美金附近。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箱体结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箱体结构是怎么来的。箱体结构呢，往往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运行到高点之后它出现了一个箱体。那么箱体结构之后的结构呢，我认为还会重新回到收敛三角形，然后三角形如果能够出现横向的窄幅的收敛三角形，是酝酿多头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构，就是我们提到的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 UNI 它的结构往往走得非常简单。我们看到这几轮行情下跌收敛，横盘收敛，上涨，然后缓涨，然后急速下跌之后，目前是一个横向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横向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是22年7月到今天已经运行1年了，1年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和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目前处在焦点位这个区域上所以呢，它的这个结构不变化的情况下，目前运行的非常稳定所以呢，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7美金附近。但是 UNI 它的基本面和现在的价格高度背离的情况下我认为它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未来，因此呢，给它终极的牛市、下轮牛市的目标位是在100美金附近。还可以关注的币种是 MKR， 这个我们也提了1个月左右了一直不断上涨，非常强势，底部成交量和价格形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么目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在1000美金附近，它就形成了符合江恩的等位值4次波峰定律的4次等位值波峰形成之后，我们判断它会有一个高点出现，然后不断冲出新高之后，它的时间级别跳到周线，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26日走出悟空阳线，然后目前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正在酝酿的是唐僧阳线，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1650美金附近。如果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经过调整，上方突破了1873美金，那么它向上的空间将要被打开，因为我们看到1873美金这个区间附近是由波谷连线是由21年2月到22年4月份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压力位跌破进入黄金坑，目前正从黄金坑上反上来，所以呢，上方如果突破1850美金附近上方空间就要被打开所以呢，对于 MKR 这种里外概念的还是要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